好，下面我们就来给它上妆了啊，给它把这个颜色再进一步的给它加上去了。我们可以在这一步啊，就直接开始加一点冷色进来，还记得加冷色的方法吧？比如说你先确定你想在哪些地方加入冷色啊，想在哪些地方加冷色，比如说这个眼窝底下啊，那么我就吸这个眼窝啊，还记得我们常色的3部曲吗？第一步吸色，第二步呢调整色相啊，我想让它稍微偏蓝一点。第3步呢就是调整饱和度，那这个饱和度目前我 OK 啊，让它灰一点就好了，就不用再去动了。然后轻轻的把这个颜色轻轻的把这个颜色扫在里面。我是直接画了啊，我没有新建图层了，直接画在这个眼窝下方。然后你要知道啊，不同的地方因为它的明度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要用同一支笔刷去藏这个冷色，除非你很有把握，你很有经验啊。那我们要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那比如说我现在要画发际线了，在发际线藏冷色啊，那么我就重新吸一下3部曲啊，吸这个发际线，然后呢调色相，最后再调饱和度。好，笔刷是要时刻的去调整的啊，把这个冷色藏在这个发际线里面。好，这边你看这边比它的额头还要再深啊，另外一边的脸，那我就直接把它加深一点，这就是经验啊，直接把这个颜色加深一点点，来藏这边的脸。那我把它整个都铺一下，我让那半边脸啊整个冷一点，带着这个额头上去。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铺这个冷色？这个耳朵里面啊，和这边差不多，你可以判断出来。那直接这个颜色加在耳朵里面，耳孔啊这些深色地方，局部加，这种就可以局部加啊，不要大面积的，就可以跟之前的深色稍微错开一点点。好，另外我的脖子啊，脖子我想给它整体加一点，那脖子要重新选色啊，因为脖子没有那么深，重新选一个颜色，重新的先吸色，第一步吸色，第二步调整色相，我想让它脖子下面稍微比刚才的这个蓝稍微再绿一点，因为它要接近衣服了，衣服会在脖子上面有一个反光啊，衣服的颜色是偏绿一点的，所以我让它脖子的这个冷色没有那么的蓝。第3步呢就是调一下饱和度啊。好，脖子面积比较大啊，我们就用一个大笔刷去带它。你看我全程啊，我这个全程就没有用到什么涂抹了啊。所以你们如果刚开始这个涂抹啊，就是这个颜色不均匀，你们先涂抹好了再去加冷色比较好。如果说加完冷色再抹啊，容易把它越抹越灰，因为冷暖两个颜色在一起，你刚叠上去的时候，它本来还是就像那个颜料啊，你把两个颜色混在一起，你搅拌不充分的时候，两个颜色都看得到。但是当你搅拌的足够充分的时候，两个颜色都消失了，变成一个新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啊。所以你不想让它最后出来效果那么灰，你就少涂抹，少一点涂抹啊，尽量在前期就把颜色给它画准一点。下巴上也可以带一点，磕唇沟，下巴带一点这个蓝蓝的，然后它的这个衣服的反光会反到下巴上面去啊，所以我在它这个下巴的这一圈加一点点。好，画多了，你看像这种地方画多了，你随时可以吸啊，随时可以吸旁边的颜色，然后把它扫回去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过渡不自然，这个步骤是可以随时做的啊。
我是上课示范，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操作，所以我没有一边画一边修。其实你们也可以一边画一边修啊，因为每个人就不一定都需要修，而且修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眼窝这些地方啊，你可以把它的最鼓的这个地方用浅色慢慢再推回去一点。好，把这个双 C 线啊，山根这边吸一下这个颜色，然后呢也加一个冷色进去，加到这个 T 字部位，倒梯形这个部位啊，可以把它加到这个额头的眉头的前方。你看每个地方你想加冷色啊，都可以重新选色。你像这个发际线这一块，也是吸这个颜色。第一步吸色，第二步呢调整色相，第三步调整饱和度啊。在它的鬓角里面铺一点点，你的色相可以再稍微蓝一点啊，铺一点这个颜色进来。青丝啊，我们管头发叫青丝啊，所以其实这个头发丝比较薄的地方、稀薄的地方，它会透出一点点这种冷色啊，是正常的。那么同理嘛，我把这个脖子这边也是加一点冷色进来。这个冷色你如果直接判断的话啊，直接判断用经验判断，那把它加深一点。经验丰富的啊，比较熟练的同学就可以不用每一步都重新吸色了。你看它冷色一加，是不是跟旁边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很接近？我看看它这个，我看一下它这个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找一个清楚的照片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妆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妆容好像没有说什么在颜色上面做那种很特别的处理啊，都是比较常规的。但是如果说画古风啊，我个人如果画古风的话，你想让这个，你想让整个画面啊，它的古典的味道多一点的话，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这种方法啊，比如说，像这种啊，眼下的腮红，如果比较强烈一点，它会比较偏那种古风感会强一点。好，我们现在给它加一点妆容。好，给它上个妆啊。这个冷色，等一下，冷色还没铺完，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下呢，它的脸的这一圈，它的这个折叠线的外部是不是比较冷啊？折叠线的外部比较冷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像什么太阳穴两边然后脸的下半部分都是比较偏冷的，固有色会偏冷一点。然后它这个冷色呢是没有那么蓝，会发绿一点，所以我们把这边给它铺一下。首先太阳穴这边，我们先吸这个眼尾的这个颜色，把它的这个整个眼尾往上带一带，把这一块颜色稍微加深一点，然后呢再来吸，加一个偏绿一点点的稍微偏绿一点点的这个蓝，把它扫进来。
好，这边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偏暗的颜色啊。好，把这个颜色呢放在下颌角这边，还稍微加深一点点。你一笔扫上去啊，如果说对色彩比较敏感的同学，你会知道你这一笔放进去是深了还是浅了。如果不敏感的同学，你就开这个黑白关系看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面啊，在它的受光面，你看这边是受光的，受光面加入一些亮面的颜色。亮面的颜色我们可以啊，有的同学会讲，哎，那亮部就是用暖色去画，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亮部不一定只用暖色去画，我们也可以用冷色去画亮部的。啊，取决于你整个的设计你的思路。如果说你的整个这个面啊，整个这个肤色都比较偏暖的话，啊，铺的时候都比较偏暖，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用稍微冷一点的颜色去画它的亮面。像这个亮面呢，我吸一下这个原本的固有色，然后我会选择一个，你看偏绿一点的颜色啊，让它更绿一点。这个时候我要它稍微浅一点嘛，对吧？黄绿一点啊，然后把它这个明度和饱和度都往右上方带一带，往右上方偏一点点，往上偏的多一点啊，往右偏的少一点。你看得到一个这种带一点点绿色的啊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啊？看这块头屏这一块，好，然后用一个大笔刷，这个笔刷呢，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啊，那沿着它的折叠线，轻轻的啊，沿着折叠线把这一块给它提亮。好，缩小一点，提到这个腮的这个位置，提亮一点。是不是觉得这个脸就更立体了？然后这个颜色啊，可以顺着你看，顺着脖子这一条下来，啊，顺着这条下来，把脖子的这一条，包括我们这个脖子不是还处理了一下，因为它这里没有结构啊，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让它脖子结构感更强一点。我们把这个胸锁乳突肌这一条，顺着它的这个肌肉的方向提亮一点，然后耳朵这边带上一丢丢。好，到这步基本上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脸的这个明暗关系就铺的差不多了。如果你们还想让它更强烈一点、更立体一点，你可以把这个步骤再继续往下做，比如说重色的地方你再加重一点，或者我们其实可以在后期在后面进入中后期，你刻画细节的时候，如果你细节加上去以后，觉得面部显得平了，因为重色放上去以后这些都会减弱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对比关系它会减弱，你如果觉得弱了，你再加随时都可以调整。好像我们来铺一点这个妆容的感觉啊，铺一点这种妆的感觉。像这种偏古风一点的我会选择这种眼下的腮红感觉多一点。好，现在我们来铺一个腮红啊，给它选一个腮红呢，它是一个收缩色，就是可以选的比肤色稍微重一点。当然我们在加重之前还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啊，先选一个最淡的，或者就选一个跟它的这个脸颊差不多的颜色在它下面先选这个固有色。然后我们把它往这个红的方向走一走改变一下色相，红的方向走一走，然后呢，往右加点饱和这个时候饱和可以多加一点点，往右加多一点，然后往下加少一点，你看得到一个这样的颜色。
把这个颜色啊轻轻的铺在鼻尖，顺着这个鼻梁啊往上扫一扫，大圈圈啊铺在鼻尖，然后铺在哪个地方？铺在整个。那我们仍然还是以这个折叠线啊，以这个折叠线为交界，你心中有一个这个意识啊，把它铺在这个折叠线的内部，那铺在这个三角区啊，铺在他眼睛下方这个三角区，可以和鼻子连一连啊。然后把嘴、人中这个地方啊，包括下巴的下边缘，这里不是做了一点冷色吗？当然，你如果盖上一点也可以啊，像这种颜色和颜色之间的叠加是允许的啊。像他的脸多了一点这种血色啊，多了点血色。啊，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可以进一步的加深，再往右下方走一点，往右走的多啊，往右走多一点，往下走少一点，变成一个饱和度更高的。然后你也可以让它稍微再红一点点啊，每次调你可以微调一下色相，哎，把它铺到眼球上啊，眼窝里，把这个颜色给它加上去，卧蚕啊，然后这个双 C 线里面，然后带着啊往下面走一点，还是走在这个折叠线内部啊，把它带着往下，走在这个三角形里面。那这边眼皮给它稍微晕染上去一点，因为这个颜色更深了嘛，对吧？更深了啊，饱和度更高了，所以鼻尖我们给它加重一点。啊，在鼻尖这边给它加重一点，包括人中给它加重一点。好，包括下巴，这几个点是现在比较大家喜欢化妆的强调的这几个点啊。其实现在的妆容很多这种所谓的网红妆容，其实也是有吸取插画的灵感的啊，互相借鉴。然后这个耳垂我们也可以来一点。好，然后我把这个色相啊，我把色相改一下，让它更红。现在是给它一个腮红的感觉，甚至可以来到这边啊，让它稍微偏紫一点点，来到右边的这个红，偏紫一点，偏粉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颜色啊，我现在把它往右上走一点，让它饱和度更高。往右上啊，因为我们已经往右了，所以这个明度呢其实是压低了。往上走呢，就是让它在明度不变的情况下单独提纯，其实是。好，扫在哪里？扫在这个眼尾的部分，斜着扫啊，还是注意就是沿着它的这个折叠线，斜着扫在它眼尾的部分，就有一种古典仕女这种微醺的感觉。鼻尖，嘴唇周围，这不能跟上吗？
好，然后我们给它画个口红，这个嘴巴啊，这个嘴巴的颜色，我们最好是可以跟它的衣服和它头上的花去呼应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它是比较偏暖一点的，是一个橘调的，对吧？橘调的一个红色啊。然后橘调的红色，其实在传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传统审美里面也是被喜爱的一个颜色啊，也是被喜欢的一个颜色，那种朱红色，像那种故宫城墙的那种颜色朱红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如果画这种古风的，是可以选这种橘调一点的口红。那么我们把这个颜色拉回来，把这个色相拉回到这种偏黄一点点的偏橘一点的这种红，然后直接把这个色相改好了，直接把饱和度往右拉，同时降一点点明度，饱和度来到这种中间状态在色板的中段了，然后把这个颜色铺上去，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可以先试色这个颜色可以试一下的。我试了一下，觉得稍微轻了一点，我可以把它再压一点它的明度，然后把这个颜色铺在嘴唇上。重色加上去了重色加上去以后，你会觉得，对吧？皮肤就变得更白了。好，缩小一点，我们可以刻画一下它的这个，把这个重的颜色往它的口裂线去拓展，加重它的口裂线的部分和嘴角。这个时候我还可以选择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把它的这个边缘修一修这个嘴巴的边缘你要记得这个小三角，记得吧？这个小三角它不是嘴它是皮肤，所以我直接吸这边皮肤的颜色，把这个小三角给它框出来这个地方给它区分开来，皮是皮，嘴是嘴好，然后我们到这一步可以开始，刻画细节了。像我这个全程基本上很少用到，我很少用到涂抹很少用到涂抹。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做过渡，怎么做不用涂抹方式的过渡怎么做？你就吸这个边缘，你看极限取色，取这个边缘的颜色，用大笔刷把它锁起来，调整它，然后也是让它的两边的颜色，深色和浅色去充分的混合，充分的去混合它。我们再加一点黄进来在这种眼睛鼻翼这个地方再加一点黄进来吸这个眼皮的颜色，吸这个眼皮的颜色，然后把色相往黄的方向偏。我们所有的皮肤上的黄都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柠檬黄不让它发青，
这还是一个暖的，其实相当于一个橙色的感觉啊，它在红的氛围里面变黄了。然后呢，提饱和啊，往右上方提饱和，然后把这个黄黄的感觉扫在这个眼皮，还有哪里啊？还有这个卧蚕可以扫一扫。还有哪里？还有这个鼻翼上方啊，鼻孔周围，鼻翼上方可以给它扫一点。还有嘴角啊，嘴角唇周。这样这个颜色就变得比较丰富了。好，下面来教大家画光影，教大家画光影。初学者啊，初学者的光影呢，我不建议大家直接画，当然直接画也可以啊，容易出错。那么我们可以新建图层来画。你看它的光影啊，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在这个皮肤图层上面来画光影了啊。如果有同学前面没有跟上，这一步不影响啊，这一步不影响我们跟。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把这个图层的模式改成柔光或者强光都可以，我们用强光来画它啊，强光更明显一点。柔光、强光，甚至你们后面啊自己熟练了也可以试试其他的，什么添加呀，添加也可以啊，多试试几个什么亮光啊都可以，线性光都可以啊，我们可以多试试不同的这个图层效果。好，因为它的这个光，你看啊，它的这个光是一个形状光啊，它是一个从一个细缝里面透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有明确形状的这个光，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新的笔刷，用2022新春里面第一支笔刷有一个叫铺色扇形的，用这个笔刷铺色扇形。这个笔刷它的边缘比较硬一点啊，可以用它来画这种强光。选好了吗？没有问题啊。那新建图层，我再讲一下刚才操作啊。新建一个图层，在皮肤上方嘛，把它改成强光模式，然后选择铺色扇形笔刷。铺色扇形笔刷在2022新春里面，如果没有铺色扇形笔刷啊，你们就用那个小牛也可以啊，细节刻画也可以。笔刷没有那么的重要啊，没有那么重要，不要因为一个环节跟不上就放弃了啊。然后呢，这个笔刷啊，你可以把笔刷的你看大小调一下。好，颜色我们就直接吸啊，直接吸画面里的颜色，直接吸固有色。你看在上面画啊，就能画出这种光的感觉。直接吸固有色，你就可以画出这个光的感觉啊。直接用皮肤的颜色去画它，它就变亮了，因为我们图层模式有修改过。好，那么接下来就画出它的形状啊，把笔刷稍微调到一个合适的大小，画出它的形状。你看这两张它不一样啊，那光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喜欢这一张的眼皮上的这点光，但是整个这个光呢，它也是比较好看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让这个光落在眼皮上，所以就把这条往下稍微挪一挪。啊，这个就属于一个自己的自由发挥和这个审美判断的事情啊。所以我画画我不一定会完全的照抄某一张照片，我会结合一些我觉得都不错的素材。好，那么把它画在哪儿？首先，如果我想让它眼皮上有一点光，对吧？像这样眼皮上有一点光，我先把眼皮的光的位置确定下来，也可以让它靠前一点，因为太靠后了，这个光就过不了眉毛了啊。那靠前一点。
在这个眼皮上画一点点这个光，然后顺着这个方向，你看顺着这个方向啊，这个还可以来一点。好，顺着这个方向，你看在这里画一个，记得在眉骨这里啊形成一个转折啊。带一点点转折，一直插到这个太阳穴往上面画。好，这里尽量把这个颜色给它里面涂的实心一点啊，给它涂匀了，尽量把它涂匀了。这个地方稍微圆一点点，里面这样给它涂实心啊，否则它也会坑坑洼洼的，会显脏。好，这边这条我们就参考它这个鼻子上这一条啊，因为这条比较漂亮。然后从鼻尖到这里，到鼻梁。画出去的没关系啊，我有一点出界没关系，一会儿可以修掉它，擦掉或者是怎样都可以。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光点，在这个脸这边对吧？我们也可以加上去啊。所以就是在在画画之前，尽量多收集一些相同场景的多角度的这个图是有好处的，能够让你的那个想法更丰富一点。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这个角度的其他的图，目前就这些啊。那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一条，看看这边身上有没有加一条这种大的光斑。注意它这个光是有方向的，对吧？它这个光有方向。你让它一边实一边虚。好，接下来我要调一下这个光，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差的太多了，它没有那种平行的感觉。我要把这个调过来一点，或者擦了重新画也行啊。把这个角度啊调整一下，让这两条还是有这种平行的感觉，不要差太多。让它这三条光都有那种平行照射进来的感觉啊。那这个让它竖起来一点。眼皮里面给它这个形状收一收。啊，这里尽量不要让它出现那种多重重影啊，把它的边缘给它画干净一点。你看这个边缘它是很干净的，干净锋利，里面是很实心的啊，这里面也是。好，画好之后，我们可以用橡皮擦工具啊，用橡皮擦工具，我们可以选一个精准一点的橡皮擦的笔刷，就用那个细节刻画好了啊，用细节刻画的橡皮擦，把这个边缘再给它收一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边是比较圆一点的啊，
圆一丢丢的，轻轻的把它擦的圆一点，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给它收的锋利一点。我记得他有一张照片啊，很好看，也是这个，不知道是在我手机里还是我放到那个电脑上。它的有一张是睫毛都被照亮了啊，我找找看有没有。我记得应该是，是不是我没有存进来？看一下。啊，对，这张好，找到了啊，看一下这张，这个也是我截的一个图，这个比较好看啊。哎，这个图就是结合了这2张，你看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了。你看，正好结合了这2张啊，它既在这个眼睛这里，眼皮这里又有光，然后呢，它这里也有一点，我们就直接照这个来画好吧？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直接照这个画，这个好看，而且你看它睫毛上都有光，我们后面可以教大家啊画这种亮亮的睫毛的感觉。只不过它加了一个柔光镜啊，显得这个边缘很模糊，但是我们可以那啥，那我把这个全部擦掉，重新画啊，把眼皮上的这个全部擦掉，重新画。这个画起来很快的。好，它这里有一块，对吧？眼皮这里有一块，这里有一小条，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这样的。然后它的这个脸是一个斑点啊，是一个斑点，那我可以把这里擦掉，变成一个小斑点。中间的这个颜色，如果你没有画均匀，你可以用涂抹工具啊，可以用涂抹工具把它处理的均匀一点。你不一定，如果你画不均匀，你就把它涂均匀。总之这个光斑里面的颜色尽量不要让它出现那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好，然后我们用橡皮擦修一下这个边啊，它是一个柔边，为了让我们看清楚一点啊，为了不受这个滤镜的影响，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清楚的边是什么样的。好，这里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这里变成一个柔和一点的圆头，圆圆的头，然后用橡皮擦工具把它其他的边缘给它擦掉。然后像光露出来，你看这里啊，为什么会有小缺口呢？这里看都有小缺口，小缺口说明是什么？它的比如说簪子啊，对吧？头发这些东西会在它的脸上形成影子啊，一旦有遮挡会形成影子，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影子给它做出来，用橡皮擦擦掉它就好了啊，用橡皮擦，然后把这些地方擦出这种小缺口啊。甚至我可以干嘛？擦出这种头发丝的影子啊，你自己做效果啊，把这种头发丝的影子可以擦出来，头发丝稍微细一点。那光从这边过来啊，它的头发丝或者包括眉毛什么的啊，会有影子的。好，把它这边鼻子上这个形状再给它修整一下啊，它是一个这样倾斜的，可以。
那我们可以把这条光也稍微往下画。其实我喜欢这个光，这个光把它鼻尖的这个圆圆的头给它包出来了。所以我把这个尖尖往上面拖一下，用涂抹工具把这个光的尖尖往上面拖一下，然后用橡皮擦把它下面的擦掉，把这个边缘给它修一修，出界的也给它擦一擦然后鼻子尖尖这里有